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经典动作游戏《超级忍1代》。之前给大家录制过日版的2代，也就是美版的3代。1代和2代相比呢，系统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，但是操作方面略有区别。比如说本作呢没有跑动攻击，相应的关卡的流程也比较短。箱子里的道具和2代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可以补充手里剑，可以增加你的攻击威力，甚至还有敌方的炸弹陷阱。大家注意背景，后方的月亮升起来了，还是一个动态的。咱们的主人公乔武藏呢，走动的时候，他的手里剑举起来，这样可以抵挡敌方正面的攻击，包括手里剑和子弹。并且主人公是不太怕和敌人产生碰撞的，他只是怕攻击而已，所以说难度方面也略有下降。这里需要先向右走，踩一个机关。咱们现在攻略的呢是第1大关的第2小关。游戏整体的流程是8个大关，每个大关是3个小关。前2个小关呢就是正常的动作游戏的闯关，第3个小关就是 BOSS 战了。游戏的内容还是很足的，非常有诚意了。咱们如果受到攻击呢，威力上升的效果就会掉，但是很多碰撞的情况，你这个威力呢是不掉的。新是加血的，2个手里剑呢代表补充的数量比较多。好的，这是第1大关的 BOSS 战了，是一个武士，我使用一个忍术把它收了。忍术呢有4种：雷、火、浮空，还有自爆。其中雷呢其实是一个护身效果，可以为你抵挡几次伤害。火呢是一个输出，浮空呢能让你跳得更高。有一些关卡可以利用浮空进行逃课的打法。自爆呢就是消耗自己的1条命，进行一个全屏的攻击。2关1这个场景看起来有一点晃眼睛，那其实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红白机平台某作洛克人，也有一个瀑布的场景，看起来也非常的晃眼睛。好在这个关卡的流程不长，一共是24个小关，咱们大概20分钟左右通关，平均每个小关呢不到1分钟。这里要等一波啊，我跳的有点急了。等木头下来，有落脚点了再跳。2关2了。这个女忍者的形象做的还是不错的，后面咱们会遇到很多。手里剑的话，如果你是2段跳进行攻击的话，消耗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我尽量少用。攻击范围比较广，打一些 BOSS 还有一些场景的话呢是有奇效的。这种小的手里剑才补充5发呀。好的，第2关的 BOSS 战是一个蹦迪的忍者。这个忍者呢在2代里也出现了，2代里是3个人从风筝下来，一个忍术就可以秒，但本作呢明显它的分身更多。我打到最后一个才开始放忍术，收了。每次过关之后呢，这个手里剑也会有相应的补充。第3大关开始出现了特殊的关卡，它是里外双线的。
里侧的敌人和外侧的敌人都互相攻击不到。咱们如果想切换线的话，需要2段跳。这个操作呢和2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玩这关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，敌方呢是在里侧还是外侧。其实非常容易眼花呀，咱们就把本侧的敌人清干净就好。另外注意，不窜线的情况下呢，尽量不要使用2段跳。敌方扔这个手雷，有的时候攻击判定非常的迷。空中的情况下呢，他有的时候能打到你，有的时候打不到。好的，3关2了。本作的忍术每大关是1个，但有的关卡呢能捡到补充，所以说有的关卡可以使用2个。打 BOSS 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。咱们现在是在飞机里，舱门如果打开被吸进去就是1条命。这个设定很像我前一阵子给大家录制的街机版的动作游戏《雷狐》。这个 BOSS 呢2种打法，我现在的这种呢比较保守，因为有2个忍术可以用。激进点的打法呢是直接跳到 BOSS 右侧去，可以偷1发手里剑。但我推荐现在的打法。好，再来1发，这样就收了。这个 BOSS 是一个由人脑控制的一个电脑，脑机接口啊，黑科技。第4关了，看起来是一个垃圾处理厂。这个炸弹它爆炸之后的花呢是没有攻击判定的，这点还比较好。看下方那个敌人非常像兰博呀，用的是喷火枪，它的喷出的火是可以抵挡你的手里剑的。力量道具，咱们没掉力量，所以说没什么大用。这个一定要补20发手里剑，又补20发。我刚才完全可以跳到对角点上方去砍他。一会儿大家看一下本关的 BOSS 战是谁。有一个忍术，这样咱们是有2个忍的。这里用一下浮空术，好，跳到这边来，观察一下上面，因为有喷火，跳急了呢容易挨打。前方不远，直接就过了这关了，咱们等于抄了一个近路。打的 BOSS 非常像终结者呀，现在看起来还不大像，2形态就像了，变成了机器形态。这个形态躲就可以了，它会自爆的。这样游戏咱们已经打了1半了。我这关也需要使用一个浮空术。跟大家说一下本作的剧情吧。本作虽然是世嘉 MD 平台的初代，但剧情上呢，它是接着街机版的。街机版之前我也给大家录制过，是1987年出品的。玩法特别像人间兵器，但是呢，因为年代太早了，很简陋。在街机版里边，乔武藏呢
击败了敌方的组织。那在本作，这个组织来复仇了，并且杀害了乔武藏的师傅，抓走了乔武藏的未婚妻直子。所以说，这个直子就应该是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影武者》的疾风的母亲。本关的女忍者非常多呀，但本关最讨厌的敌人就是那辆红色的车，它可以撞到你的。要注意里外进行切换。一起来了3个啊，这个我喜欢。这关的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，主要是节奏。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是一个运输导弹的车，咱们需要拆这3个红色的弱点，但它车体呢覆盖电流，所以说需要躲，而且有炮台。拆了2个了，还有1个在车头。注意节奏吧。除了这下没打到，这种弱点为什么总出来呢？我理解可能是散热器之类的东西。好，再打完。咱们还有170多发手里剑，越打越多呀。第6关，第6关有一个新的敌人，不是这种啊，这种敌人呢，拿着武器的，你需要等他攻击的硬直之后再上去砍他，因为他的攻击呢是有 CD 的。哎，这个敌人爆1了，所以说他就不起来了。这个敌人也不错呀。这里需要来回的2段跳。这个坑非常大，跳过来比较勉强。上去砍，等他攻击完了之后再上去砍。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应对方式。还有一种打法呢，就是他的攻击啊分上段和下段。他上段的话，你就下段手里剑。小跳了一下，探了一下路。炸弹。场景来到了火车上，这关最讨厌的就是这些障碍物了。过来的时候你需要跳过去。当然，这种设定呢，之前咱们在 MD 平台的西部牛仔上也见过。在火车上一般都会遇到这种障碍。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背板。你记住第几个是上，第几个是下就成了。如果咱们站在高处呢，高的也需要跳跃来进行躲避。好，出来了。出了隧道之后呢，就没有那种障碍物了。用咱们的手里剑来探路。因为有的敌人呢，攻击起来还是很快的。哇，好多炸弹啊！剩下这2个箱子应该也是炸弹。好的 ，BOSS 战了。这关的 BOSS 战啊，辣眼睛啊！大家看这是谁啊？我只能说他非常像蜘蛛侠，然后变身了，变成了一个非常像蝙蝠侠的角色。好的，打完，我连忍术都没有放。
第7关了。哦，打得真快呀！15分钟咱们已经打了6大关了。到本关开始呢，手里剑就不用太节省了。最终 BOSS 其实不用手里剑也能打。和街机版相比，其实本作的玩法变化非常大，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说过，初代的玩法街机版的非常像人间兵器，那和本作呢几乎就是2个游戏了。7关2，这种车不要被它碰到。等一波节奏，下来之后呢，用手里剑护身。这个判定很多小伙伴会忽视啊，其实它是非常好用的。几乎你的正前方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。手里剑探路，又给了个忍术，这样这关有2个忍。等一波，听前面的枪声。本关的 BOSS 战，一会儿大家看看是谁吧。这个 BOSS 呢有一点难度，但我推荐一会儿我的打法给大家看一下。一只哥斯拉。好，第3波呢不能再下来了，因为距离比较近了。哥斯拉喷火的节奏非常快，近的话咱们没等跳下来呢就已经被喷了，连续放2个忍术，基本上就收了。这里我真的是没有节约手里剑和忍术啊，全都用了。第1个忍术和第2个忍术之间，它竟然还喷出了一团火，但已经没有用了。最终关卡了，同样手里剑探路。敌人呢已经是混合的兵种了，不要急，慢一点，稳一点。最后一大关了，不要翻车。哦，炸弹好多呀，这个要捡。好的，8关2，8关2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迷宫关卡，咱们需要进对了门，一共大概有4次选择，不要选错。这里是第1个门，第2个，这2个非常近啊。好，第3个门，慢一点往前走，护身。第4个，好，前面还有一个，一直向左走就可以了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分支路线少了。正确的门呢，一般都在角落。然后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这里能看到被抓走的侄子。
这个 BOSS 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雷电的忍术吧。这个忍术就是护身，可以抵挡几次攻击。打这个 BOSS 呢，还是比较有效率的。2次，我大概能挡3次。第4次就碎了，直接就掉血了。他头发伸直了攻击你的时候呢，是他的弱点。好的，这样通关。把侄子救出来啊！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经典动作游戏《超级忍1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游戏的素质还是不错的，正因为有了1代，才有了日版2代的经典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